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频道。最近国际局势乱成一锅粥啊！这美国总统特朗普直接上演了明抢大戏，派南美史上最大规模的战舰围堵委内瑞拉，还公然喊话说这委内瑞拉的石油、土地都是偷我们美国的，必须无条件归还。这话一出全世界的人都懵了，人家地底下埋了几万年的资源，怎么就成偷美国的啦？今天我们好好来说说特朗普的强盗逻辑。这首先给大家汇报一下美委最新战况。当地时间12月17号，特朗普在他社交媒体上直接摊牌说，没有任何遮掩首先是军事包围，他说委内瑞拉已经被南美史上最大规模的战舰包围，而且这支战舰还会越来越大，要形成前所未有的冲击。其次是下最后通牒，要求委内瑞拉必须归还所谓窃取的石油土地还有其他资产，不然就没完。最后就直接动手就在他放话前几天美军已经在委内瑞拉附近的海域劫持了一艘满载110万桶原油的超级油轮。特朗普还高调宣布要留下这些石油。这更狠的是这特朗普还认定马杜罗政府为国外恐怖组织。这理由是什么呢？他说用偷来的石油赞助毒品交易、人口贩运，同时下令全面封锁所有进出委内瑞拉的受制裁油轮还要把拜登时期入境的委内瑞拉移民和犯罪分子全部遣返回国。这一套组合拳下来，明眼人都能看出所谓的反恐禁毒全是幌子，核心就是冲着你石油来的。那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这特朗普咋说石油是偷美国的呢？这绝对是离谱到极点那咱们来掰开揉碎了说，特朗普口中的偷根本就不是我们理解的小偷小摸，而是指委内瑞拉的石油国有化运动这简单来说呢，就是委内瑞拉把原来被美国公司垄断的油田收归自己国家所有。这早在上个世纪这委内瑞拉的石油产业基本被埃克森美孚雪佛龙这些美国能源巨头把持这些公司把石油开采出来，赚得盆满钵满而委内瑞拉老百姓呢，却没分到多少好处，这资源全部被你们外资拿走了。这直到1999年查韦斯上台情况才有所变化。这查韦斯也不想被美国吸血所以他在2001年颁布了石油法，规定外资石油公司持股比例不能超过 49%这核心业务得交给我们委内瑞拉自己的国家石油公司这2007年呢，又推出个全面国有化，这直接收回了22家外资石油公司的开采权你要么给赔偿金让他们离场，这要么就接受我们的参股限制。这当时埃克森美孚就拿了赔偿金直接撤了，我不来了。康菲石油他不服气打官司索赔300多亿美金那现在呢，只剩下雪佛龙等极少数的美国公司还在当地维持业务。在特朗普和美资的眼里原来属于美国人的油田，就算是被委内瑞拉花钱赎回去了，给了赔偿金吧，但是也算是抢，是偷。说白了，他们的逻辑就是我的资源被你们控制了，这就是我的，你要拿回去就是偷我的，这简直就是强盗逻辑的天花板其实美国与委内瑞拉20年的对抗也不只是石油那么简单，核心是3重矛盾的叠加。这第一是资源控制之争委内瑞拉的石油探明储量超过3000亿桶，全球第一，是真正的油海大国美国作为能源消耗大国，一直想支撑全球石油命脉，委内瑞拉把石油归为国有，等于是断了美国的财路这是根本利益冲突这第二呢，是地缘政治之争美国一直把拉美当成自己的后花园，绝不允许任何不听话的反美政府。这查韦斯上台之后不仅自己反美，还联合古巴玻利维亚等国成立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抵制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区，直接挑战美国在拉美的霸权秩序，这让美国忍无可忍。这第三
就是长期政治的对抗。这2002年的时候啊，美国就支持过针对查韦斯的未遂政变，政变发生几个小时之内啊，就变相承认新政权。后来证实啊，美国民主基金会给了反对派几百亿美元，之后美国又资助了反对派搞什么罢工。这2003年石油工人大罢工啊，让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锐减80%，经济遭受重创啊。这查韦斯则在联合国公开骂那个布什是恶魔，两国关系彻底崩裂。2019年正式断交。这马杜罗继任之后啊，延续了查韦斯的原有的路线，而美国呢，趁着委内瑞拉石油暴跌啊，经济困难的时候，持续制裁孤立，直到现在就直接动武了。这就是20年来呀矛盾的总爆发呀。那第四呢，就当前局势，双方剑拔弩张，国际社会怎么看呢？这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呀，委内瑞拉也没怂。这马杜罗啊，已经动员了20万军队，还启动了军营走向人民的计划呀，派武装部队的人员教老百姓操作那些武器啊，誓言要抵抗到底。这同时，马杜罗啊，也在寻求国际支持啊。就12月17号当天，就给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打电话，谴责特朗普的言行啊是殖民主义行径啊，美国劫油轮是国际海盗行为，要求联合国介入。古特雷斯已经表态啊，说拉美地区爆发武装冲突后果严重，会协调安理会处理，优先通过对话解决。这安理会啊，大概率会在下周2召开会讨论这个事情啊。不过大家要清楚一点，就联合国的调解能不能起作用，关键看那美国的态度。从历史上看啊，美国在自己的后院向来就我行我素，谁都不听。这次已经动手抢了油轮，那下一步会不会有更进一步的动作呢？这很难说的。而且这场冲突啊，不只是美委两国的事情啊，就一旦油价受影响，全球能源市场啊都会有波动，这很多国家的物价、能源供应都会有连锁反应的。现在美委的对峙已经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啊，美洲最紧张的军事对峙了。后续有3个关键点需要大家紧盯啊。这第一个，安理会会议结果如果能通过决议约束美国，局势可能降温啊。但如果美国无视决议，大概率会加大封锁力度，甚至啊可能直接军事干预啊。我觉得吧，按照美国的一贯尿性，大概率不会听安理会的话。那第二个，委内瑞拉的抵抗能力，这马杜罗啊虽然动用了20万部队，但和美军的实力啊说实在的相差有点悬殊啊，能不能抵住封锁带来的经济压力，这是关键。那第三个，拉美国家的态度，就其他国家会不会站出来反对美国的霸权，形成联合的施压，这会直接改变局势走向啊。这说到底，这场冲突的本质就是霸权主义和国家主权的对抗。美国想要的不是拿回自己的东西，而是重新掌控委内瑞拉的资源啊，维护自己的后院霸权。而委内瑞拉的反抗呢，就是不想再被当成提款机呀，想守住自己国家的核心利益。那么特朗普的明抢操作啊，能否得逞？委内瑞拉能否顶住压力？我们持续关注。